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接上集讲到，萧炎吸收玉灵粉尘，却意外得到残缺魂技。一夜修炼之后，神清气爽的萧炎迈出了进军丹塔的第一步。圣丹城内域某处恢宏大殿，5大家族的考核拉开了序幕，由丹塔8大长老之一的圣耀主持。考核内容主要分为3个部分：灵魂测试、灵魂操控以及灵魂交手。灵魂测试就是参加考核者将自己的灵魂力量输入石碑。石碑中心的镜盘将会显示灵魂数值，目前魂值测试的最高纪录保持者便是曹颖，具体魂值为976。比灵魂力，萧炎怎么可能输？且不说萧炎本就是魂穿，灵魂之力比普通人要强上不少，这先有药老，再有药老的加持，就足以让他的灵魂力达到一个恐怖的高度。再加上前不久捞到的好处，在萧炎藏了一手的情况下，测试出来的数值都比当年曹颖所创造的记录还要远远的高出300多，这可把圣长老高兴坏了。丹塔又将得到一位妖孽般的奇才。被破了记录的曹颖顿时就受到了全场的关注，然而意料中的难堪与生气并未出现在曹颖的脸上，他甚至十分的高兴。而萧炎接下来的成就更是彻底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。灵魂操控的比赛，萧炎以接下测魂珠93颗的成绩再破曹颖89颗的记录。这一下圣长老笑得更灿烂了，宣布完萧炎依旧保持第一，丹轩第2，曹修第3，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进入下一个环节。他很期待萧炎再次给他带来惊喜。最后的考核很简单，萧炎5人在一个足有10丈宽大的红圈内彼此使用灵魂力量交手，谁能最后留在圈中便是胜利者。曹颖等待这一刻很久了，动用上一届冠军所属家庭有着一次换人机会的资格，曹颖迫不及待的就想要跟萧炎交手，双手飞速结印，曹颖拧出一头灵魂凤凰就朝着萧炎攻去。萧炎见状，只轰出一记灵魂拳头，就将灵魂凤凰的脑袋给锤爆了。那恐怖的冲击波直接将场中那未曾出手的丹轩3人震退了2个。丹轩与秋姬不愿再做陪场，对着圣长老拱了拱手，便是自动退出红圈范围。只是白鹰不肯弃权，他想要偷袭将注意力放在曹颖身上的萧炎，手中飞速结印，白鹰拧出灵魂巨蟒就朝着萧炎攻去。不自量力，感受到白鹰出手的萧炎眉头微皱，旋即袖袍一挥，巨蟒瞬间崩溃。白鹰也体验了一把自由的飞翔，瞥了一眼吐血不止的白鹰，曹颖笑了，道：现在只有你我2人，那便3掌定胜负吧。只要你接下来能接我3掌灵魂掌印，那我便退出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就退出。萧炎自然是知道，他主动退出，叶家也将会顺利保留下5大家族的名额。但被一个女人挑衅到头上了，还不回应的话，不就成缩头乌龟了？再说了，曹颖也将会参加这一次的丹会，此时交手还能提前摸一下他的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目光紧紧地盯着曹颖，萧炎道：曹颖小姐，请。闻言，曹颖妩媚一笑，萧炎先生果然气度非凡，既然如此，那小女子可就献丑了。语毕，曹颖结出一道奇异手印，随着手印的成型，萧炎赫然发现他竟然有着凝聚灵魂力量并且达到增幅的奇效。曹颖也在此时开口道：远古炼药师有一种能将灵魂力量的威力发挥至最大的手段，他们将其称之为魂技。一些魂技甚至足以和一些强者的斗技相媲美，而自己即将施展的魂技名为魂旋翼掌，你可要小心了。闻言，萧炎立马就意识到，这魂技可能也分为攻击与修炼2种类别，自己得到的是修炼类，而曹颖正在施展的是攻击类，这可把萧炎给高兴坏了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曹颖那奇异手印，立马就开始了现场透血。起先曹颖还没发现，只觉得一次一次地把萧炎拍进坑里很爽，他也不过如此。直到第3掌，他看到萧炎结出了自己无比熟悉的掌印，虽然动作尚且生涩，但萧炎就是办到了。要知道，曹颖在初次接触这魂技之时，也是修炼了许久，才逐渐的领悟灵魂力量与指印之间的配合轨迹。在曹颖难以置信的神色中，2道手印相撞了，不少人的灵魂都是在此刻传出了一阵刺痛之感，肆虐的灵魂风暴持续了将近1分钟，才逐渐散去。众人再次看清状况之时，就见萧炎有些狼狈地盘坐在一块石板之上，而10几丈外的曹颖却是连方圆3丈的地板都没碎上一块。很明显，萧炎是落了下风的。可曹颖却是在盯了萧炎好一阵后，优雅一笑，出声道：3掌已到，你赢了。
闻言，萧炎微微一笑，站起身来，刚好是露出其身后的一截红线。曹颖的3掌，他如数接下，并且未被击出红圈。按照规矩，这场比试确实算他胜了。大殿在短暂的安静后，响起了阵阵惊叹。要知道，这么多年了，曹颖从未在一名同辈之中认输。叶家得救了！叶崇与新兰高兴坏了。3项第一，这等成绩，怕也只有在叶家巅峰时期达到过。小医仙与天火尊者望着满脸激动的2人，相视一笑。曹颖小姐承让了，若是再来一掌的话，或许我便是再无接下的能力了。场中，萧炎随手将衣袖上的一截破布撕下，旋即对着曹颖拱了拱手，朗声笑道：“你是想把我这魂手印都偷学到手吧？”曹颖美眸一挑，似笑非笑的道。被如此直白的挑破，饶是脸皮厚如萧炎，也是露出了一些尴尬之色。曹颖见状，掩嘴一笑，旋即莲步轻移，贴在萧炎的耳边轻声道：“若是萧炎先生有时间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再次私下交流一下。我也会一些魂技，就看你有没有那本事将他们偷学到手了。”望着那近在咫尺的妖娆脸颊，萧炎心头一动，面上却是不动声色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若是有时间的话，定会找曹颖小姐叨扰一番。”得到回答的曹颖明白，这个男人是不会轻易拜倒在他那16群之下的。不过，凡事总要这样才有挑战性，不是吗？深深地看了萧炎一眼，曹颖表示希望在丹会再次遇到萧炎后就离开了。见状，萧炎也准备离开，圣耀却是在此时叫住了他。药老当年对圣长老有指点之恩，圣长老也有意将萧炎吸纳进丹塔，于是想将萧炎引荐给长老会他们，甚至为了让萧炎同意去丹塔，圣长老不惜用魂技勾引萧炎。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圣长老图什么呢？其实是因为魂殿也会派人来参加此次丹会，而丹会不会限制参赛者的身份，但3000焰炎火绝不能落入魂殿手中，所以只能尽量的寻找一些有实力并且能够信任的人与他们争夺。萧炎很清楚，天上不会掉馅饼，但以丹塔的实力与地位，若是要对他不利，根本就不需要耍什么手段，那可是魂技，去看看有何不可。几乎没怎么犹豫，萧炎就同意和圣长老一起去丹塔了。约定好等几日圣长老过来接后，萧炎就回到了夜院专心修炼。修炼期间，萧炎的壮举已经在圣丹城传得沸沸扬扬，萧炎却是双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钻研偷来的魂手印。直到一天，一个拥有海心焰的魂殿使者找到了萧炎，他想要药老的古灵冷火以及萧炎所修的焚诀。黑袍人很清楚萧炎身边有2名斗尊守护，他一早就施展了灵魂捷径罩住了小院儿。突然被困且孤立无援的萧炎有点慌，但凭借着3000雷动的风骚走位，暂时没有受伤。黑袍人十分生气，利用海心焰使出覆海网，就想网住萧炎这条滑泥鳅。没想到萧炎一记琉璃莲心火直接破开了深蓝火网，并迅速凝聚出一朵碧绿火莲，又放出了地妖魁。黑袍人一看更心动了，轻飘飘地解决掉火莲，并困住地妖魁后，朝着萧炎步步靠近。此时的萧炎正努力地想要轰碎屏障，发现只是徒劳后，萧炎果断破开了地妖魁身上的火绳，将之召唤到身前，同时准备凝成4色火莲。黑袍人一开始看到3种异火时十分兴奋，毕竟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直到他看见萧炎召唤并开始融合第4种火焰时，才彻底的慌了神。他立马出手想要捏爆萧炎的头，阻止萧炎酝酿杀招。可萧炎先前一直打不破的屏障，却是突然爆裂成了无数道细小的灵魂碎片。一道苍老的声音同时响起：“丹塔的地方可容不得魂殿在此撒野。”此时察觉到动静，匆忙赶来的小医仙与天火尊者那是又惊又怒，脸色十分难看的护在萧炎身前。被坏了好事的黑袍人气疯了，冲着天空上那道有些虚幻的身影就怒吼道：“玄空子，此事与你丹塔无关，何必多管闲事？”玄空子却是道：“这里是圣丹城，若是让你魂殿在这里随意撒野的话，我丹塔还如何与人交代？”明白这次行动是失败了的黑袍人十分恼怒，但也只丢下一句：“萧炎，我还会来找你的，下次再遇见，必取你的异火与功法。”就果断跑路了。小医仙虽然很生气，但萧炎的安危更重要，只低声咒骂了几句，并未追敌。萧炎见状，无奈地笑了笑，随后冲着天空上的人拱了拱手，郑重地表达了感谢。玄空子告诉萧炎，他在丹塔会很安全，以及小心点玄冥宗后就消散了。注明萧炎的情报就是玄冥宗透露给黑袍人的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你来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。
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